殿下。 殿下，臣方才不知怎么惹得任大人生气，对我出剑。你误会了承恩，我深知任安乐的为人，他不会随意出手伤人。 帝小姐如此惊惶无措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太子妃的风采？既然不行的话，就早日打道回府吧。任安乐，帝承恩是我等了10年的太子妃，谁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意，谁也不能将你轻易砍低。 司令，站着。是。这簪子是你母亲留下的，你若是看中了谁，就当众戴在他的头上。你是大晋太子，那我救了你，岂不是挣了个太子妃之位？我已有婚约，你非他不娶。 非他不娶。你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一名女子，你和子恩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？就算当不了太子妃。 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。此元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，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。然了，俺也会去弟子园，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。 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，哪怕她对别人动了心。的话放在心上。参见陛下，皇祖太后娘娘。
臣记得皇祖母自幼教导：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臣作为大靖楚君，当做表率。臣曾说过，太子妃之位，非帝承恩不可。如今便是践行诺言的时刻。你倒是还记得自己是大靖楚君，那可记得她是叛贼之女？帝家之罪，与承恩无关。更何况他已经在岱山上被囚禁了10年，如今又遵循圣意改名承恩，皇祖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当年之事迁怒于他。在我面前做小伏低，转头在这里耍弄心机，魅惑太子，好一个帝家后人！皇帝，还不快下令将这个狐媚赶出太子府！将太子妃之位许给承恩是我的意愿，也是先皇的遗诏。不知皇祖母为何要一直反对？竟然为了维护一个罪臣的后人，搬出先皇来诛哀家的心！皇帝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太子？母后，您先消消气。朕听说帝承恩在岱山上时，每日抄写佛经，为你我祈福，而且入京后也算是乖顺恭敬，或许并不似您想的皇帝，难道你也将旧事忘得一干二净，被这个帝家女的花言巧语给蛊惑了吗？朕只是觉得太子大了，在丽妃这件事情上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作为长辈，不应当过多干涉。你们尽管胡闹，只要我还是大靖的太后一日，帝家女就绝不可能入太子府。不管今夜有没有结果，这场宴席都是为你而设。太子妃之位，永远都为你而留。这下这么大，还不走快一点？陆明熙，你方才是没见着，我在晚宴上，我的剑寒夜都被我迷住了。你现在哪里还有大理寺卿的气势？那可不是，我方才为难帝承恩的时候，气势非常足。所有人都被我给唬住了。我知道，你做任何事我从来都不担心。但是我问心有愧。对寒夜还是帝承恩？对九泉之下的父亲问心有愧。
寒夜拿出簪子那一刻，我竟还期待着他会将簪子别在我的发间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呀？那可是韩家的簪子。子然，我相信侯爷在天之灵，他一定会理解你的苦楚。我想回侯府走一走。我陪你。不必了，有些话我想一个人对父亲说。那也好。喂，你看，好大的雪，等明天醒来，整个京城都会白茫茫一片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你说这雪再下得大一点，能盖住静安侯府门前的血迹吗？属下只知道，这雪要是再下去，将军就该病了。您快进屋吧。这帝家女处心积虑要嫁入韩家，一定是在筹谋如何卷土重来。帝承恩入选太子妃，一是太子以太祖的遗诏相逼，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，就算是费尽了心力，也无法阻止他，弃他而另娶，不得已，才只能迎妻下山。但是母亲您放心，倘若他别有用心，我就借这个机会，让帝家彻底断后。不过，如他诚心归顺，他对我们来说大有好处。当年帝有您畏罪自尽，无法亲口向天下众人承认帝家的狼子野心，直到如今，帝家谋逆之事也无法完全堵住悠悠众口，所以儿子才将帝家孤女送往岱山，就是想让她彻底臣服于朕，让帝家彻底臣服于朕。帝承恩入主太子妃之位，对于太子来说是先帝遗训、君子之诺，但是对于儿子来说，那是驯服帝家的筹码，是秘而不宣的缘由。小侯爷，站住！侯爷，天，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，才把你从流放西北换成了江南？你偷回来做什么？说呀！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想爹了。少来这一套！现在不说，东窗事发，没人救你。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帮我！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，爹。发生了什么？你说。老爷，小侯爷到了江南以后，
酒后奸杀了钟家的长女钟景，事后想要放火毁尸灭迹，没想到失手把钟家满门都烧死了。爹，求求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我只是喝醉了，一时糊涂啊！怎么全家怕都要受此牵连？老爷，你就饶了小侯爷吧。侯爷，如今瞒是瞒不过去了，不如替小侯爷找一个替罪羊。查明钟家情况，以便见机行事。是。父亲，我在靖南隐姓埋名，做了10年水匪，终于又能正大光明的来这里祭拜您。我回来了，可偌大一个地家，只有我站在这里。那葬身庆南山下的8万将士，10年来他们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，孤魂至今，难回故土。当年父亲以死明志，依旧换不回一个公道。如今让我们蒙受不白之冤的人，却坦然坐在皇位上，安享万人俯首，坐拥万里江山。父亲，我定会还帝家一个清白。定会让韩家亲口在全天下人面前认错，让8万将士有安魂之地。女儿心如磐石，不会为任何人动摇。安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听闻选妃宴那日是靖安侯的忌日，我心中颇为感慨。靖安侯可是民间的传奇，我虽未见证过他生前的风采，但今日在此祭拜，也能聊表钦佩之情。传奇？是啊，帝家军骁勇善战，却在一夜之间倾覆。靖安侯作为统帅，没想到最终自尽身亡，还惨遭全族灭门。对这其中的缘由，民间众说纷纭。我对这样的传奇最感兴趣了。英雄被迫以死明志，8万帝家将士埋骨黄沙，何其悲凉，何其惨烈！在后世却只得“传奇”2字寥寥概括，沦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安宁，我对这其中的隐情好像了解的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既然你们都记得靖安侯，那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。不打扰你缅怀旧人了，我先走了，改日一起喝酒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那天晚上太子有多怜惜我，即便是太后发怒，
他也要挡在我身前维护我。既然现在有太子殿下的保护，那你大可不必像以前一样谨小慎微，也是时候到靖安侯府走一趟了。我不去。虽然说我在选妃宴上得到了殿下的眷顾，却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眼中钉。若此时去靖安侯府祭拜，那岂不是授人以柄？但是你可别忘了，让太子殿下怜惜的是你弟子元的身份。可是让太后和陛下所忌讳的，也是我弟子元的身份。若我现在去靖安侯府祭拜，一定会惹怒他们的。母亲，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后的眼神有多可怕？若不是殿下挡在我面前，她怕是要当场杀了我。可殿下还说会在侯府等着你，你若不去的话，怕是会露出破绽。我不去。在太子眼中，我不过是为了自保，他会对我更为愧疚怜惜。既然不去利大于弊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我只是担心殿下会起疑。母亲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着想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昨晚太子殿下挡在我身前的眼神有多坚定。我相信他是不会放弃我的。太子哥哥，靖安侯府破败萧条多年，终归不是我一时便能清扫干净的。子元没有和哥哥一起来吗？他应该是因为生病未愈，所以才无法前来吧。哥哥何必自欺欺人？你我都知道，他是明哲保身，为了坐稳太子妃之位才不来。安宁，你不要怪他。皇祖母之前如此对他，他不来也是人之常情。我没有怪他，我是怨恨我自己，更替靖安侯和整个帝家军感到悲凉。这样以为顶天立地的英雄，甚至得不到自己亲生女儿的一壶清酒祭拜。靖安侯和帝家军一样，都曾为我大靖浴血奋战，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。不过10年前的旧事，终归是因为帝家谋逆。安宁，你当年何其年幼，又何其无辜，这份愧疚，不应该由你来承担。我一点都不无辜，最无辜的是子元。若是没有10年前的那场悲剧，子元也不会变成今日的承恩，来见自己生父一面都不敢，都不能。哥哥，是韩家一手毁了子元，
10年的岱山囚禁，如今在他身上，竟不见半分的当年模样。我也很想念昔年的紫渊。是啊，我也很想念当年的紫渊。不过紫渊没来，我方才碰到了另一个人。骆明熙也来了。是安乐。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任安乐。击败回来，思绪可有平静些？帝家现在如此的落魄，能够为帝家平反的只剩我一人，这样我更要心无杂念，才能够复仇成功。你说的杂念，是指寒夜吗？是。我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，说昨晚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酒后胡言。寒夜，我确实是为他动心了。可是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比起儿女情长，更加重要的是帝家的8万孤魂。所以，我不会再让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沉溺下去了。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子安，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在扮演任安乐的这些年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最轻松、最自在。我去祭拜的时候，安宁也来了。安宁，你没露出破绽吧？安宁从前最是单纯率真，可是久别重逢，不知是怎么了，总感觉她好像有些敏感。此事我会去查，不过仅凭祭拜，他也难以联想到你的身份。还有一事，钟家灭门案和古云年有关。这阵子古云年表面低调，但暗地里却在搜寻一个叫做钟海的人。钟海，是他？没错，他就是我们一直找寻的帝家军幸存者。千月阁已经查明，他此前流落江南，又因水患走投无路，是钟家收留了他。他对钟家忠心耿耿，更可能是钟家灭门案唯一的证人。古云年想必正是因此要杀人灭口。钟海会成为我们扳倒古云年的关键。那我们一定要赶在古云年之前找到他。但若是他仍在江南，怕我们赶不及。眼下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太子殿下，请。殿下，脸色不错，看起来身子都恢复了。小小风寒，有劳殿下挂念了。今早起来便无碍了。
你在练字？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了些诗词，殿下见笑了。你看我写的，你帮我拿着。啊！哎，子源，来，快让我看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殿下，我没事，想起来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殿下是不是新依任大人？若殿下觉得有负于任大人，将来可以迎他入太子府。你想多了。任安乐乃当朝重臣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。殿下，你可相信，10年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，甚至连身上的伤疤都荡然无存。属下只知道，世事无常，人心莫测。你立刻派人去调查，岱山上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。殿下已经走远了。母亲，我刚才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？殿下的眼神刚才分明有意，是不是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让他起疑了？谁能对10年前的事情记忆分毫不差呢？
殿下会体谅你的。寒夜，能回来守约的人只有我。靖安侯戎马一生，可短短10年，却已无人记得。我怕我离开西北太久了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渐渐的遗忘。可是英雄，即便是死了，他们还是英雄。属下会跟将军一样，永远记住他们。只要我们不忘记，他们便不算真正的死去。你竟和安乐说了一样的话。你相信帝家没有叛国？他们是清白的吗？帝家若非忠义之士，又怎会让将军10年都念念不忘呢？狼狈，这10年，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巨石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倾诉。没想到，你竟能理解我。将军的心事，随时可以跟我说。您先去歇息一会儿吧，整理文书的事情，就交给属下来做。早上才见过，现在又把我叫过来，你还越发记挂我了。找你过来，是有重要的事。我知道帝承恩的事，可是目前传来什么消息？帝承恩在寒夜面前露出了破绽。你还记得当年你在归恩阁题字时发生了何事？我7岁那年在归元阁题字，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，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，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御医，但还是留下1道半寸的疤。韩仲远狠狠地训斥了韩烨，为此韩烨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10天。如此说来，应该是韩烨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这道疤。10年都过去了，再深的疤也会变淡，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。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。就算他记得也无妨。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，只要不过分靠近，他断不会发现。不错，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。现在让他多1道疤，也不过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人注目罢了。殿下若想对弈，换我便是，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啊？眼下这黑白子势同水火，很难分出哪一方更有优势啊。殿下是希望黑子赢还是白子赢啊？观其不语。殿下，您是在想安乐姐和帝小姐，对吧？说正事。殿下，你可还记得太子妃宴会上那个迟迟未到的钟景吗？前几日钟家起火，钟氏上下10几口人尽数葬身于火海。怎会如此？世事难料，听闻是一名叫做钟海的家仆纵的火。近日抓捕钟海的告示都快马加鞭，一层层发到县里去了。江南多雨，如今正值寒冬，这火起的诡异，或许另有隐情。是什么人一口咬定是他？帝承恩的破绽，便由我们尽力帮他掩护。他为我受了10年囚禁的苦，又生生吞下了被太后为难的屈辱。他想要的富贵，我应当帮他争取到才是。旁人做的决定，何须你来负责？
他也不过是一个身世孤苦的可怜人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就牺牲掉别人的一生。眼下最要紧的便是要找到钟海，否则帝承恩一旦暴露，我们之前的一切准备就付诸东流了。你放心，你这一步棋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奏效了。你可知我看到安乐的时候在想什么？若是当年紫渊没有被送上岱山，他如今会不会也活得这般恣意坦荡，潇洒行走于天地间？骆大人，钟海之事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太子殿下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喝杯茶吧。这暖炉显然不是为我而备的。太子殿下前呼后拥，何须臣为你准备这些？你与任安乐都知晓钟海之事，私下商量，为何不告知我？太子殿下贵人事多，我与任大人身为臣子，当然要为殿下分忧啊。可既是讨论公务，为何不在大理寺，就来凌香楼见面？我查的此事与钟义侯有关，钟家的幸存者钟义侯也在追捕，我倒要问问太子殿下，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到底是为了钟家的事儿，还是为了任安乐与我私下见面之事？刘明熙，我今日去见了帝承恩，看见了他写的字，和8岁时的笔锋极为相似。他的字张扬锋利，字如其人，想必殿下应该比我更熟悉。可是，过了10年，早已成人的紫渊为何还会是幼时比例，毫无见长？我想是因为这10年岱山孤苦，他也无心练字吧。他的字与昔年无异，为何脾性却完全不一样？甚至殿下，臣要提醒您，无论您在怀疑什么，凡俗之情离皇家总是最远。你该时刻记得，到底该守护谁，该放下谁。如果10年改变的不只是脾性，而是那个人，如果我许诺错了人，又该如何？就算你许错了人，已经做出的决定便是覆水难收。哪怕你后悔了，但你身为太子，就该履行自己的诺言。时不待我，必须让安宁尽快说出当年的真相。小姐，
我发现钟海的行踪了。哦，他竟比我想象中来的还要快。不过他藏匿功夫了得，我没跟住，把我给甩开了。说来，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钟海会来京城啊？你明明让骆大人往各乡县张贴了抓捕榜文，我本以为他会吓得躲在山窝窝里呢。这个钟海既是义士又是中仆，他胸有不平，绝对不会忍气吞声，苟活于世。先前的榜文有通缉而无悬赏，公开贴出去，一来是要提醒他已被盯上要谨慎行事，二来故意画错他的画像，写错他的口音，反而令他更好藏匿，三来就是榜文是大理寺联署，如今大理寺清正之名遍天下，我想他自会明白，来京城才是他真正的出路。原来如此，可京城也很大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他一路颠沛流离，此时必然会混在最落魄的街巷中隐蔽行踪。接下来院叔你一定要多加留意。是。什么？钟海入京了，你们却还没有抓到他？家里养的府兵真是一群废物！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将全家推入了火坑，还有脸在这儿怨天怨地呢。侯爷，钟海此次来京城，怕是冲着鸣冤来的。若是这事儿闹大了，大理寺和刑部正等着我往坑里跳呢。都给我出动，务必找出钟海。是。一天抓不到钟海，便有可能东窗事发。过了年，你给我离开这个家！哎，爹，这钟海若是真像你们所说的前来鸣冤，那我失去了谷家的庇护，岂不会被当成要犯通缉？我不能将全家的性命系在你的身上，此事由不得你。哎呀，爹！母亲，我在。我要沐浴了，你去帮我准备热水吧。好。水已经备好了。你冬天身体弱，我在水中加了些艾草，可以避免寒气入体。母亲，这些年你对我的关照，都是真心的吗？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对你的心意是真是假，你心里自有定论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好了，水要凉了。其实我生病了，不是还有你照顾我吗？但这选妃宴一旦踏了进去，便是凶多吉少。病成这样，还是不要去了。
母亲，你会一直站在我身后的，对吗？是我可笑，居然想驯服一条对别人摇尾的狗。看看自己打的椅子。上好的原始水粉了。布匹，来看看布匹啊！殿下可要接吻喽！这下我看你怎么接！长官就对不住了。殿下，这本书我要了。任大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本书已经被人预定了。是谁啊？眼光这么好，这本书我都寻了好久。这本书你也寻了很久。以前紫园练剑总比不过我，他听闻只要得到这本书，便能所向披靡，于是日日吵着靖安侯给他寻来。我为了讨他开心，这本剑谱我寻了10年。所以是殿下定下了这本书，要赠与帝小姐。后来经人证实，这本剑谱里不过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招数。10年过去了，江湖传闻早已面目全非，而紫园也变得不再那么喜欢习剑。我买下此书，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添一份念想。殿下10年惦念，能够寻得弟子缘，安乐也为殿下高兴。所以，你可是又要与我争抢这本书？这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让你横刀夺爱。殿下不必手下留情，我是臣子，你是君，哪有臣子与君相争的道理？你若喜欢，我便将它送给你，全当是你陪我下江南的赠礼。臣陪殿下下江南，乃是我身为大理寺卿的职责所在，殿下不必内心有所亏欠。但既是殿下所赠之物，我不得不收。殿下这样一直跟着我，可是因为舍不得。殿下既然都已经许下诺言，就不该反悔才是。那是自然。既然殿下送了我一本书，那我也应该回赠一本，以表心意。小姐，买一本吗？就这本吧。那。好。望殿下跟帝承恩如书中所说，可以姻缘美满，白头偕老。任安乐，你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安乐不是什么故人，也不是别人。我很早就跟殿下说过，
我只是天上地下只得一个的任安乐。我知道，许是因为我的故人如今太过陌生，所以才会常常生出错觉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已经决定以后在殿下面前不再做这个庸人，而且太子妃之位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望殿下可以不要怀悼过去。相爷，进。相爷，帝小姐在门前放了一把红伞。哦，这浇灌多年的花儿，终于要盛开了。希望这帝家的后人没有让我失望。我听说公主刚回宫的时候，总被贵妃娘娘欺辱。可谁能想到，当年那个柔弱胆怯的小女孩，如今却变成了戍守边境的大将军。我母妃早亡，幼年无人照拂，宫里人大多趋炎附势。贵妃横行霸道，却无人敢为我出头。直到贵妃娘娘，安宁乃是大靖长公主，太后可罚，陛下可罚，你不能罚。你，安宁，我们走。是紫渊教会了我何为天助自助者。可上天却欠他一个公道。帝家宗祠，那些暗红带血的地砖，历经10年都未被清洗干净。帝家132口人，只剩紫渊一人了。是韩家毁了他的一生，是我对不住他。不过还好，他现在稳坐太子妃之位，也算是苦尽甘来。可我不明白的是，公主为何强烈反对他入宫？难道你是知道宫里有人要害他？宫中没有人要害他，是皇祖母不喜欢他。我是怕他进宫会被为难。帝家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你身为韩氏的儿女，对他不怨恨，反倒深感怜悯。因为我相信金安侯的为人，他不会谋反。但人心叵测，金安侯作为帝室后人，当年不忿韩家独享万里江山，便私自调遣8万帝家军擅离荆南，又与北秦勾结，意欲谋反。你当时还小，怎会懂得天下的纷争？况且，你只见过他几面，又怎么确定他不会谋反？金安侯已死正清白，他为人光明磊落，又与陛下自幼交好，是断然不会擅自调兵的，除非……公主可知道，当年帝家8万将士是如何被坑杀的吗？巨石滚滚，万箭齐发，那些将士还来不及呼喊，变成了模糊的血肉。青南山下漫漫黄沙，千里之内全部都被染成了红色。你能想象那画面有多么的惨烈？够了，别说了。公主辗转难眠之时，耳边可会响起那首安魂曲，眼前可会浮现那8万将士被残杀的画面。我叫你别说了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晋安侯之所以调兵，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与陛下字迹相仿的密信。那封信是谁寄的？公主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紫渊出事。可如今只有你能救他，还陛下一个清白。你是想让我站出来，将真相公之于众？是。洛明熙，我是大晋的公主，帝家8万将士的冤魂，你们韩家欠他们一个公道。难道你希望紫渊跟你的老奴两喜一般，不知何年何月，莫名其妙的就在宫中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？够了！我会保护他。公主，现在够了！冷北，宋柯，骆大人，将军累了，需要歇息，请您即刻离开。公主，刚才我说的话，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。只要你愿意，帝家8万将士的冤魂就会得以安息，紫渊的下半生也会平安喜乐。告辞。这冬天冷的，就像帝家罹难那天。我想回西北了，畅快杀敌，战死疆场，总好过这里的人心叵测。殿下，殿下总教导我读书要专注，可自己坐在案桌前，心呢，好像都跑到安乐姐那儿去了吧？皇的，给我！殿下，您就不能遵循本心，好好活一次吗？快给我！给你。可惜啊，木已成舟，宫里除夕要办家宴，盛情邀请，帝承恩赴宴。太后娘娘，今年除夕夜的家宴名单定下来了。年年都是这些人，吩咐下去，让他们准备便是。太后娘娘，今年家宴，帝承恩也会出席。什么？这是陛下亲口定下的名单。皇帝？无论你如何谋划，哀家都可以配合。唯独这件事，
你触碰了哀家的底线。韩家的家业，绝不可以出现帝家人。这么晚了叫我来，什么事？属下想问问，殿下的计划进行的如何了？我已拿到情报，你的帝承恩说来怎么样了？帝承恩已有意向与我们结盟，只是要帮他坐稳太子妃之位，还需要殿下助力呀。说。明日的除夕宫宴是我们动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太子一意孤行，太后要对帝承恩赶尽杀绝了。可这宴会毕竟是在宫中，我们的人不好出手。但帝承恩不能出事，救自然不能由我们的人来救。既然公主不肯说出真相，那我们就逼她一把。这个消息让安宁知道。是。穆青，是你吗，穆青？帝小姐，黄三主人有句话让我转达给你。水温刚刚好，穆青，多谢你了。我认为除夕宴还是不去为好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心里有数。太后不喜欢你，此时邀你去，必定不是出于好心。太后的心思我比你清楚，不用你来提醒我。我要沐浴了。都看着吧，我就要成为太子妃了。小姐，你穿这身真好看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好了，哥哥，同样是公主，动不动就大呼小叫，给我们北秦丢人。还不是哥哥，有事没事便跑来吓唬我。是，我胆小，我怕事，我当然是比不上哥哥守护的安宁公主啦。啊！今天晚上的宫宴，不许去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不想当太子妃了，难道我去凑个热闹也不行吗？你可是答应过哥哥，会听我的话的。我还想去找安宁姐姐玩呢，哥哥自己能天天见到她，却不让我见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看似好玩的宫宴，可能却危机四伏。
哥哥只是不想让你受伤，你明白吗？那我不去了，哥哥。唉，我听说那宫宴上好吃的糕点特别多，真是可惜了。你放心，哥哥下次来啊，给你带。哥哥，你在安宁公主身边，虽然相处的和睦，但有危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公主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，都不希望紫苑出事。可如今只有你能救她，还地下一个清白。紫苑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公主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知道了。除夕夜宴，帝城恩威。你今天真漂亮。过了今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今晚的宴会有危险。为什么呀？你要相信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好，母亲，你说的对。他们都邀请我去赴宴了，还不好吗？钟义侯在找钟海，是，已经找了许久了，据说跟他府上的公子有关。你暗中跟着侯府的人见机行事。钟义侯想杀钟海灭口，那我们得帮他呀，做得彻底一点。是，相爷英明。殿下，今儿是除夕，你就不能开心一点，笑一个？你这笑，还不如不笑。你是不是怕今日在宫宴上，帝小姐会被人刁难？今时不同往日，不会有人出这个眉头。那可未必。太子哥哥，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我接到密报，紫苑有危险。宴上皇亲贵戚众多，皇祖母不会太过于为难他，你放心吧。皇祖母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，怎么可能其乐融融？咱们快进宫吧，紫苑需要我们。好，走，即刻进宫。哎，上马。哦。小姐，我找到钟海了。他人在哪儿？五柳间，古云年的人在追杀他。
你们到底是何人？上！让开！撤！以多欺少，不懂规矩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在我面前带走他！走走。快走！快走！鱼！无论街着火了！哥，工业快开始了，走啊！撤！这是快艇啊！撤！夫人大人刚才冲进去了！真的假的？怎会如此？有那么大的火？如此危险，他怎可独自贸然前去？不要命了吗？安宁，你先入宫。殿下，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救出安乐。现在只有我能救子源了。撤！你还好吗？马上救你出去。出去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说什么丧气话？先看看你伤势，再做他解。
好啊，好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把火烧的可真是时候，还是相爷英明。哼，五柳街的这把火对我而言那是雪中送炭，对他忠义侯而言那就是赤手握炭。哎，且看着吧，赫赫的侯府就要被这一把火给烧个精光了。相爷，还有一事。太子为救任安乐，也去了五柳街。任安乐，安乐有危险！大人，大人！什么？五柳街大火？谁干的？属下不知。侯爷，还有一件事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？一块说。太子也在五柳街。侯爷，谁？是谁要害我？侯爷，我们又着了别人的道，一次一次的算计我。殿下，您怎么样？小姐，小姐，他受伤了，备车回太子府救御医，快！好，哎，韩爷，把他交给我，让开！韩爷，任大人乃朝廷命官，你的太子妃也已选定，众目睽睽与他纠缠不休，你可曾为他想过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你已经为我奋不顾身，不枉费我送你3万水石。殿下也累了，把我交给骆大人吧。殿下，宫宴已经开始了，你该进宫了。交给我吧，照顾好他，罗明信，放心。小姐，把钟海带回去。殿下，太后娘娘到！拜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都安排好了。走吧。就让你再多喝几杯吧。见过母亲。快起来吧。听过今晚，我就是太子妃了。
你先去歇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好。除了腿以外，还有别的地方受伤吗？其他的寒夜都帮我挡着了。他自己也受了不少的伤，如今又要赶去宫宴，也不知道身体能不能受得住。子安，你答应过我不会再动摇的。今日之事是我没有预料到的。今日之事不是你的错，古一年为了杀钟海，竟然一气之下烧了五柳街，这谁都想不到。但我说的是寒夜。今日我没有预料到寒夜会冲进来护住我，也没有预料到我会对他再次动心。我见过与人周旋时温润的他，也见过危难来临时沉稳的他，却从未见过在火海里那么愤怒、焦灼、不顾一切的他。以前他的眼里有大靖，有君臣，有弟子缘，可是今天他的眼里只有我。你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人，安乐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。你和他根本不是君臣，他是你仇人的儿子。明熙哥哥，我先睡一会儿吧。可能是今天的事情太过于混乱，我有些不清醒，等睡一觉就好了。太子为何还没来？来人，看看太子当下在何处，因何迟迟未到？是。不像话！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他竟然还迟到！母后，请陛下、太后娘娘恕罪。太子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。是啊，太子哥哥不是随便迟到的人，再等等吧。太子的行踪，你们倒是清楚。今日可是寒家夜宴，哪轮得到外人插嘴？不等了，开始吧。是。太子到！拜见陛下，皇祖母。臣来迟了，请恕罪。日后切不可如此，免得叫我们担心。晚宴开始吧。
前去了五柳节。你去五柳街做什么？钟海在五柳街，臣去捉拿他，中途遇到大火，是臣顾虑不周，幸得有人安乐相救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汉爷，太子，你清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？捉拿一个小小的钟海，用得着你这个大晋的太子亲自出马吗？你是大晋的储君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的道理你不懂。江南赈灾的时候，朕就提点过你，你的安危关系着大晋的江山，要慎重。难道连朕的话你都给忘了吗？臣知错。汉爷，朕的太子，父亲老了，朕不想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儿子对不住。小刺客护驾！保护陛下！是。快送太后回静心堂。臣跟皇祖母一起走。不好，我匆匆入宫，冷北并未随行。照顾好太后，快！臣，你留下。退。走。赶快通知御林军前来护驾。是。陛下小心！子渊，子渊，子渊，子渊。站住！太子，不要追了。薛御医，快去，快！如何？严重吗？启禀殿下，帝小姐受的这一剑，虽然凶险，但性命已无碍，只需好好静养。那就好。幸好这一剑未伤及要害。殿下，夜深了，既然御医说帝小姐身体无碍，要不我们先回府歇息。承恩为救陛下重伤，我要在这儿守着，直到他醒来。
太子，宫里有人照顾他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参见陛下。你们先都退下吧。是。今夜之事非同小可，宫里面竟然会出现刺客，我大晋皇宫的防御，没想到会变得如此之差。陛下息怒，此案必须彻查清楚。臣已派人去调查此事，意图伤害陛下之人，臣绝不会放过。可以查案，但是你万万不可亲自涉险，你要记住朕的话。臣铭记。没想到，竟然是他挡在了朕的身前。陛下，子渊这一举，朕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多年前，帝韩共创大晋，可如今，大晋的江山已跟帝家无关。但没想到，今天晚上救下朕性命的，竟然会是帝家之女。或许韩帝联姻是天意。臣谢过陛下。你多年的心愿，如今终于得偿，只是一句多谢吗？太子啊，有些事情已经变了，只是你呀，不知道罢了。阿娘，今夜你也累了，先回去歇息吧。醒了，子渊。你没走啊？我担心你伤势有变，没敢离开。谢谢你，明熙哥哥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但你以后千万不能贸然行事，有什么事一定要提前通知我。今日之事实在是太过于突然了，根本就来不及通知你。而且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想让你为我少操心一些。但如果这条路到最后需要牺牲你的话，我宁愿这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如此鲁莽行事。可话说回来，你这一觉睡的，不仅错过了宫里的烟花，还错过了一场好戏。有刺客去刺杀韩仲远，帝承恩替他挡了一剑。那帝承恩他……帝承恩倒是无妨，但经过这么一遭，太子妃人选怕是要定下来了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的时机也要到了。天快亮了，宫宴也要结束了，那把火是时候要浇灭了。你不难过吗？我难过的是至今未明的真相，还有那些蒙冤而死的人。好，那看来一心复仇的任安乐，可算回来了。那些刺客为什么会出现在宫里？太后，我们安排的刺客是在帝承恩回府途中动手，宫里的刺客与我们绝无干系。怎么还有一批刺客，竟然是冲着皇帝去的？你说皇帝会不会查出此事与哀家有关？太后娘娘，您深居简出，
怎么会跟刺客扯上关系呢？是了，是哀家糊涂了。哀家从不认识他们。事已至此，恐怕你已经动不了帝承恩了。我又何尝不知？如果只是太子执拗，倒也罢了。可这次，他可是救了皇帝的功臣，这功劳可不次于当年圣旨上的钦点。唉，阴差阳错，倒是便宜了他。那就再多留他几日吧。查过了没有？五柳街的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似乎是忠义侯府惹出来的事。听闻他也派了人去抓捕钟海，任大人被困火海，太子殿下这才冲进去救人的。又是这个忠义侯！陛下息怒啊！幸好太子殿下安然无恙，五柳街的大火有惊无险呐。五柳街呀，又是这条五柳街。太子明明是去救人，转身就成了为人所救。赵父，你说他究竟是太过宅心仁厚，还是偏偏对那任安乐另眼相待？这须是两者兼有，毕竟如今殿下婚事已定，他和任大人总归是……也罢，选几样东西送到任府去，嘉奖任安乐救太子有功。是，还有，今晚骆大人也去了五柳街，虽没进入火场，但最终将人带走了。钟海落到了骆明熙手里，这事儿就落到明面上。钟义侯，他多少也会收敛一些。是。不对，冷北竟然不在，去哪里了？冷北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去救钟海？殿下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可是好些了？陛下怎么样了？陛下幸得你相救，他无事。臣何德何能，能让殿下陪我一夜？
你是我韩家的恩人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对于殿下而言，承恩就只是恩人吗？无论你与我是什么人，帝子元都会是大晋的太子妃。陛下已经同意了，你不必担心。陛下都同意我们成婚了，殿下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我还有事，你好生歇息。殿，冷北，你昨晚去了哪里？属下昨天晚上。安宁姐姐，安宁姐姐，莫霜，你别怪冷北哥哥，都是因为我。因为你？昨天我回四方馆的路上遇到坏人袭击我，多亏遇到冷北哥哥，他帮我把那些坏人都赶跑了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安宁姐姐，这次你可得好好犒劳一下冷北哥哥才是啊。哦，对了，安宁姐姐，昨天宫宴上是不是出事了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怎么会受伤呢？倒是你，你没事吧？我欺负你的人是谁？我替你去出气。我没事，没事的，就是一些街头小混混而已。冷北哥哥已经替我狠狠教训过他们一顿了。安宁姐姐，如果你真的担心我，不如教我一些防身的武功怎么样？咱们现在就去吧。哥哥，你以后不要再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我没事。对了，明日你跟我回公主府，告诉安宁，今夜你在外出的路上遇到了歹人的纠缠，是我帮你赶走了他们。一颗小小的棋子，殿下竟如此珍视。唉，此情可待成追忆。只是当时有话就说。你们线下查的那个钟海，我之前见过。我在下江南的时候，看到苑叔和苑琴手上拿了一个画卷，在找哥哥。但凭我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我敢肯定，画像上的人就是钟海。这钟海也真是家门不幸，有个那么粗鲁的妹妹就罢了，自己的经历也竟然……殿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哥哥为什么非得做这么危险的事啊？父皇到底想让你做什么？哥哥说过，不要关心这些。你放心，昨夜我并非真想伤人。好吧，真不懂你们。莫霜，这里并不安全。你以后不要再想着太子妃之事了。之前选妃宴上，你扮成太子喜欢的模样，他可曾多看你一眼？我早就想通了。你说这论武剑，我比不过安乐姐姐；论情谊，我也比不过承恩姐姐。想当上太子妃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你知道就好，以后可不能乱来了。你要是得空呢，就多来府上坐坐，跟安宁公主好好交个朋友，哄得她开心些。
哥哥还真贴心，对安宁公主真好啊。因为眼下处境，让她开心没坏处，靠你了。好了，哥哥就送你到这儿。安宁公主心情不佳，若被她发现，好啦，快回去陪你家公主吧，我走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怎么会突然来找我呀？你伤得那么重，我放心不下。怎么样？啊，都是些小伤，不碍事的。明知危险，你为何要对钟海拼死相救？殿下不也对安乐拼死相救吗？对了，那日走得太过匆忙，还未来得及好好谢谢殿下。不必多礼。坐。生死攸关，无论火场里是何人，我都会出手相救的。对钟海，我也是如此。这是什么？送礼的内侍说我救殿下有功，所以陛下赏赐了这些。不过明明是殿下救了安乐，怎么到宫里头就反过来了呢？不过，还是要多谢殿下，让我免受陛下训斥。你之前帮了我许多，送你这些也是应该的。只是你们宫里头的人说话总是弯弯绕绕的，让人实在是摸不着头脑。陛下只赐了你刀鞘，却没有刀。正是。我猜陛下的意思应该是说想让安乐收一收锋芒，对吧？不必介怀。你若敛起锋芒，就不是天上地下独一个的人安乐了。但我还是有些担心钟海。他虽然已经死里逃生了，但是不知道忠义侯何时会找到他。放心，我会旁督此事，必然保他周全。你从哪儿来？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小卒，不劳大人挂齿。那追杀你的人，你知道他们是何许人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千里迢迢来到京城，所为何事啊？就算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你叫钟海，你来京城就是为了替钟家伸冤来的。不过，只要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可以帮你。骆明熙，钟海呢？带我去见他。在这儿要叫我骆大人。骆大人，走吧，太子殿下。殿下，钟海就交给你了，他身上有很多秘密，你可得好好审。放心，任安乐拼死救出来的人，我自会尽心尽力。钟海，我乃大晋太子，你有何冤情，可与我诉说。早没见过太子殿下，请太子殿下为被辱惨死的钟家小姐做主，为葬身火海的钟家满门做主，为被栽赃陷害的草民做主。起来。钟义侯及其子所做的事情，我已知晓。如此显赫门庭，竟罔顾王法，恶行累累。
你的冤情不仅要让我知道，更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。请殿下明示。若是申冤，要让你受切肤之痛，你可愿意？若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让钟家得到应有的公道，草民万死不辞。既有冤情要申，青龙钟也该为你而想。钟海，你不要担心自己实力单薄，我既身为大晋太子，自然会站在你的身后。草民谢过殿下。任安乐拼死将你从火场救出，你们之前可曾认识？素未谋面，不过草民听闻任大人行事正直，大概也是为了钟家的冤屈而感到不平吧。怎么回事这是？哎呀，这个人想敲钟，这不按规矩在这儿领30大板呢。30大板？是啊。27、28、29、30，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元日刚过，青龙钟响。看样子今年又是个多事之年。敲钟者何人？有何冤屈？我乃江南钟家家仆钟海，因有冤情，千里赴京，状告忠义侯古云年，请大人收状。大人，还他公道啊！对，还他公道！大人，收下他的状子吧。对呀，还他公道啊！收下吧。本官收案。太好了！这个钟海，倒真是条汉子。将军，这个人是荷花银坠子的主人。你说什么？当初将军让属下去查这个坠子的来历，属下只查得了其人的长相，并没有查到下落。从相貌上来看，就是这个钟海。钟海，快将你的冤屈一一道来。草民钟海，一告忠义侯之子古其善奸杀民女，已是丧心病狂之举；二告忠义侯之子古其善为掩盖罪行，不惜放火杀人，钟家满门18口悉数葬身火海；三告忠义侯为包庇其子古其善，为了防小人进京深渊，一路追杀小人。如此种种，罄竹难书，请大人为草民做主，点正法度，黑白昭彰。古其善不是已经被流放了吗？就是啊，不是已经是了。严查忠义侯！严查忠义侯！为钟家伸冤！严查忠义侯！为钟家伸冤！古其善畏罪潜逃，行凶犯法。我黄埔以向上乌纱作保，绝不徇私枉法，定还钟家一个公道。谢大人。
侯爷，侯爷，陛下他怎么说啊？爹，爹，你说话呀，爹！来人呐！送少爷出城。是。爹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等等，等等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侯爷，你把话说清楚，陛下到底说了什么？我连陛下的面都没有见到，我哪知道他要说什么？爹，你是忠义侯啊，陛下肯定会原谅我们的，你再去求求他嘛。求？你让我怎么求？我在殿前跪了1天1夜，都无济于事。侯爷，你再去求求陛下吧。对，爹。裳儿，不是爹不救你，是爹救不了你。你且出城，避避风头。爹，还不快送少爷出城！爹，少爷，我不走。少爷，爹，我不走。娘，金山，说话呀！金山。从科举舞弊案到江南水患，咱们千辛万苦，终于要将这个恶果累累的忠义侯给扳倒了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钟家灭门案足以一击毙命吗？宫宴行刺之事中，落下的剑并非寻常。我所料若没错，就可铲除这股浊流，大境又可恢复清明了。来，我提一个。殿下，殿下，安宁公主来府上，说有要事找您商议。二位，失陪了。这清明的政治，岂是扳倒古云年一个人就能达成的？韩业自幼居于深宫，还是太过天真了。一心尽贤秉恶，既能为百姓伸冤，又能为百姓谋福祉。我相信这样的储君，说不定真的能还天下一个清明。安宁，找我何事？哥哥，高玉壮的钟海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他。他是无辜受害的百姓，自有森严法度会保护的。我是怕有人会害他。你也大可不必担心忠义侯的势力，他如今已是强弩之末了。不只是忠义侯。我的部下曾在江南寻获一枚荷花坠子，图样乃是帝家所铸之璧。今日他认出来，钟海正是这枚坠子的主人。他是帝家军幸存者。若他身份被别人知晓，恐怕会招来更大的杀身之祸。安宁，你可知道，有人在江南水患案时就在查钟海的下落？谁？任安乐。有一个重要的人证，只要他愿意，帝家定能洗清冤屈。你是说谁？帝家旧部，还是当年坚守此事的官员？都不是，是安宁。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安宁当时已经……当时他还没离开京城。安宁，
应该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。怪不得安宁当年匆匆离开，10年过去，回来之后完全就变了一个人。怪不得他听到弟子园这3个字的时候如此慌乱。8万将士命丧青南山，无人生还。这靖安侯府，这一草一木，我都无脸拜祭。原来如此。他心中有愧。他可愿意为帝家作证？他不愿意。不过若想翻案，他的证词至关重要。看来，只能由我来让安宁开口了。安乐为什么会找钟海？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他为何要来乱葬岗？小姐，这就是埋葬小公子的地方。咱们给小公子换个地方吧，这里太冷清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秦岩就在这里，哪儿都不会去。谨言，谨言，这一定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
帝静言是帝家独子紫渊的亲生弟弟。帝静言，安宁，你说的这些，他都能感受到。然乐，我怎么总觉得你和我的那位故人，莫名的相似呢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你才更像我所认识的帝紫渊。安乐，原来你才是，我居然对不起。安宁，我也未曾料到，你竟然知道的这么多。此书上有紫渊父亲的手迹。既然殿下欠我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就把这本书送给我吧。当年帝圣天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能够看到此情此景，或许他也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可是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帝紫渊过了这么多年，说不定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帝紫渊了。安乐可是跟着殿下从靖南跟到了京城，以3万水师为聘，只求一个太子妃之位。殿下倒好，眼里心里都是那个带身上的帝紫渊。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只盯着帝紫渊，也看看身边的人安乐呀？愿一次相拥换百年孤独，别是我今生最好的归宿。太子殿下，安乐会尽心尽力，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站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为谁而跳。在这世间，只有一个人安乐，师不再来。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若是有一日我也对殿下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出身靖南，大勇大谋，求取太子妃之位，搜寻帝家幸存者。原来我们早就重逢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。任大人这一棋，居然让整盘棋都活了。而你的身旁，便是此生系的归途。殿下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殿下，你怎么最近老是盯着这颗棋子发呆啊？一入棋局，万般凶险，我竭尽全力想要护他周全，却没想到守在他。已经确认宫宴上那把剑来路是西郊大营，肯定是忠义侯做的。果然是忠义侯。哎，殿下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任安。
去找刺客。哟，太子殿下怎么一大早就到我这寒舍来了？他来的，为何我来不得？我担心任大人的伤势，所以给他送药来了。骆大人看起来更加病弱，还是少为他人操心，多多照顾自己才是。看来太子殿下一大早来，是关心我的身体。那多谢太子殿下。二位就不用费心了，我的腿已经好多了。我来是有正事。我查到宫宴上的刺客来自西郊大营，很有可能是忠义侯所派。这宫宴之事，陛下不是交给殿下负责了吗？与任大人何干？若刺杀一事证据确凿，足以将忠义侯定罪。这等惩奸除恶之事，任大人正直善良、智勇双全，你难道认为他会置身事外吗？嘿，正直善良、智勇双全，太子殿下果然是慧眼识人。既然如此，骆大人，我们去西郊大营抓人吧。好。哎，等等，我带来的消息，你为何与他同去？如今太子妃人选已定，你还有正事要办，而且宫中事务繁杂，想来无暇去西郊大营。宫中之事无需我操心，骆大人也应该着眼于自己的本分才是。行啦，若是太子殿下有空的话，也一起去吧。骆大人若是无恙，便一起去吧。幼稚。我侯府现在风雨飘摇，还请相爷出手相助。哎呦，侯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何出此言啊！坐。中海岸悬而未决，除夕宴上刺客又查出来是西郊大营的人。最近京城中哪一件事情不是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栽赃陷害我侯府？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侯爷，江某有一事不明，这西郊大营不是侯爷你的地盘吗？正因如此啊，如今有人要利用西郊大营来陷害我实在是没有安排这件事啊。太子任安乐对我是步步紧逼，我连陛下的面都见不到，实在是无计可施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叨扰相爷。相爷，助我，让陛下再给我一个面圣的机会，云年感激不尽。哎呦，侯爷，你这是作何呀？若有机会，江某会在陛下面前帮侯爷进言，侯爷的事，江某定放心上。多谢相爷。嗨，侯爷，在下告辞。侯爷慢走。帝承恩说的没错，任安乐确实是个威胁，竟把忠义侯逼到这个份上，那就不得不除了。不过为今要紧的还是先除掉忠义侯，只要他没了，西郊大营必成一盘散沙，届时边境士气大境更难以抵御。来人！
相爷，去给那几位大人捎个话，就说上者为谷，他们就明白了。是。这西郊大营都是天子护卫军，里面竟藏着刺杀国君的凶手。百米养百人，就算是天子护卫军，也不一定人人都是一条心。只要找到当晚的点卯册，便能知道宫宴之时谁不在营中。但若名册造假，无一人缺席，那又当如何？那日我与他们交手，用剑刺伤了其中一人的手臂。我们只需挨个查看他们身上有无新伤，便可锁定凶手。身份可以隐瞒，但身上的痕迹却隐藏不了。即便多年之后伤口痊愈，也始终会有疤痕。然了，你说呢？是啊，当年我在安乐寨的时候打了那么多架，身上有不少疤痕呢。当年任大人在安乐寨时与水匪交手，不幸被长刀刺穿肩膀，他当场拔出兵刃，斩下敌方首级，不过也因此失血过多，昏迷了3天3夜。他说这些，我竟都不知道。嗨，都是小小的战绩，不值得一提。不过我如今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这么重的伤。太子殿下，在这京城之中能重伤我任安乐的人还没出生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太子殿下，你总喜欢把心思用在不对的地方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名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给我！这不是我给太子殿下的吗？你一直带在身边啊？你以前挂案悔棋，我总觉得是在耍赖玩闹。为人行事当不能如此。但近几日我看着这枚棋子，总在想，棋可以下很多盘，但人生却只有一次。若哪一步当真走错了，是否能给自己一次后悔的机会？殿下怕是记错了。我常与任大人对弈，任大人下棋，落子坚决，从不悔棋。对啊，殿下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什么时候悔过棋了？兴许是我记错了。找到了，给我看看。任安乐，以后再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之时，让我帮你，别总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。倒是太子殿下你，
以后再遇到悔其之事，你应当早点忘却才是，省得庸人自扰。这名册上并没有发现宫宴当晚不在营中的人，而且没人身上有新伤。那晚的刺客怕不是营中之人。如此一来，忠义侯这条线索算是断了，他又可以逍遥法外一段时日了。无妨，就算失去这个人证，我们也可以从别处再抓一个，到时候也能给忠义侯致命一击。饶命啊！饶命！我爹是忠义侯，你不要杀我！你要多少钱，我爹都可以给你的。杀的就是你！多谢女侠救命！你就是忠义侯的儿子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刚刚自己说的呀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忠义侯府。你是我家的人啊！对不住了，公子，我是奉侯爷命令前来灭口。啊？是你爹要杀你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爹不可能杀我。我爹特意送我出京城，就是为了保我性命。就派了这么2个三脚猫功夫的人来保你性命？老子要杀儿子，确实难以接受。不过你也要体谅你爹啊，毕竟你一个人怎么能比得上整个忠义侯府呢？他也挺难做的。你别这么沮丧呀，或许我家小姐可以帮你。陛下，你看看啊，朕这才晾了忠义侯几日啊，这帮人就开始落井下石了，真是一帮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啊！陛下，您别生气，这些个大人们呢，是揣摩您的心思而动。若是人人都八面是风，揣测天机而动，长此以往，那不乱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折子也不全都一无是处。启禀陛下，古奇善被任大人抓了，把事情全都招了。哼，知道父亲有难，一个人把这罪责全部承担下来，倒也是个孝子。回陛下，古奇善将忠义侯这些年做的所有恶事全都招了。
侯爷，岐山是不是出事了？都等了这么久了，没有报一声平安啊！夫人放心，我派了人护送，不会出事。眼下关键在面圣跟陛下解释清楚，就还有机会，不至于山穷水尽啊。我觉得干等左相帮忙觐见，不妥。夫人别急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来喝茶。侯爷，左相那边来信了。任安乐派人追拿岐山，逼他招供治我的罪。幸好左相及时得报，救走岐山。什么？相爷让我今晚去华元山上，自会有人来送还岐山。李由在，这就备下车马，我现在出发。是。相爷，都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。忠义侯大势已去，就让我再送他一程。送他一程吧。你这个时候来见朕，是想跟朕说说古一年的事吧？陛下，古岐山已经全部招了。舞弊案、江南贪墨案，幕后之人皆是忠义侯。他甚至还干扰过选妃，以动摇国本。陛下，今年钟家的案子犯案之人正是古岐山。忠义侯为包庇妻子，不惜纵火五柳街，波及周围无辜百姓，这桩桩件件皆是砍头的大罪啊！忠义侯这些年的确是糊涂了些，但是他还算忠心。再说了，这中海的事情还在调查之中，还尚无定论。如果以此为借口，恐难以服众。陛下，这是除夕当晚刺客所用的佩剑。西郊大营，正是。如陛下所知，西郊大营一直归属于忠义侯的名下。臣虽还未找到当晚刺客，但已有物证，亦是指向忠义侯。这么多年，朕只是以为这个古一年不过嚣张了些，可没想到，到最后，他还是让朕失望了。太子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是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以为你只是一只嚣张的狗，却没想到你竟然会是一只反咬主人的狗。太子是和谁去的西郊大营？启禀陛下，是和任大人。想来任大人收到刀鞘，已经知道了陛下的意思，会谨守本分，与殿下保持距离的。不过，这趟行程还有骆大人同行。据梅花内卫汇报，骆大人是在任大人初来京城之时才与之偶然相识，现如今这般亲密，想来也只是聊得来，惺惺相惜。惺惺相惜，一个女水匪
一个朝廷命官，怎么能聊得来呢？算了，我这太子不是也跟这女水匪聊得来吗？随时盯紧点。是。这是琳琅调制的，对你的伤口有好处。韩仲远在查我们。是啊，你没来京城之前，我们从未见过，但现在却如此亲密。韩仲远本就多疑，这也正常。也对，他这人生性多疑，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，那年也不会发生那些事。他还派梅花卫来凌香楼暗查，不过幸好琳琅机智都搪塞了过去。只不过他既疑心我们，那我们倒不如光明正大，就让他知道，我们本就是一介如故。反正眼下古余年覆灭在即，这盘棋就快下到最后几子了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身份就不再是秘密了。等帝家平反之后，无论你想当帝子元还是任安乐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到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回晋南看看长丝花。等到事成之后，这世间便再无任安乐，就只剩下帝子元了。那你是想留在京城？你若是想长留京城，那我就把长丝花的种子运过来，种满你的院子。在这京城种它又能做什么呢？还不是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子远，那你决定要在那一天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为帝家平反吗？决定了。好。你的伤虽然好的差不多了，但还是要注意保暖。不要管，我想看看外面的景色。你看那株枯枝，它是不是要发芽了？现在是冬日，可我怎么觉得它马上就要展露新芽了？冬日藏，春日发，终于熬出头了，压也压不住。我让你去请太子殿下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太子殿下去了仁府，像是去道谢了。道谢？明明是我救的陛下，他为何要向任安乐道谢？除夕夜五柳街大火，太子殿下被困，是任安乐所救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你难道可以替任安乐冲进火海吗？啊，对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连陛下的刀都敢挡，如今没有你狠不下来的心。母亲，我在这远水阁里，犹如笼中之鸟。很多事情，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仿佛就是聋了，瞎了。
我日日陪在你的身边，你的想法又何曾告诉过我？穆青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向来最是信任你的呀，还要辛苦你去仁府一趟，就告诉任大人说我大病初愈，想请他过来小聚一番。帝承恩册封后的大婚，确实是最好时机。只是这些证据目前还不够完全确凿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若是你能与安宁在……不必，我已经向他挑明真实身份，如何抉择由他心意吧。骆大人，小姐，帝承恩的随从到府上，邀请您过去一趟。帝承恩？什么由头？大病初愈，小聚一番。无论什么由头，重要的是这个帝承恩越来越嚣张了。他也是因为我才被牵扯进来，我去见他。那你小心点。阿乐，你到底还是不够铁石心肠。这些是奴才从岱山上帝小姐的书房找到的，据说是帝小姐的功课，临摹练字，日日不断。这是子元的字，但是亲身亲历之时，哪需要日日临摹铭记？他必然不是子元。殿下，还有件事，任大人受帝小姐的邀请，去了元水阁。